在软体的使用有讲过，我们在使用软体的时候，只知道付费软体和免费软体这两种。在那部影片也只多讲开放原始码和自由软体这两项，所以在这影片要重新整理使用协议的种类。一般软体的使用以金钱衡量，只分为付费软体和免费软体，但是依照软体授权条款和著作权法，也就是授权使用这区块，正规的讲法上，软体可分为专有软体、增值软体、共享软体、免费软体、自由软体和商业机密。关于上面软体的分门别类，我们就慢慢抽丝剥茧来分析。首先以金钱的考量来说，可分别为两个，一个免费软体，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在官网上自行下载软体使用；另一个付费软体，又称商业软体，一看就是要你付钱来使用他们开发的软体。只是他们付费也有分几种方案，一种是买断制度，只要一次付清软体的费用，就有终身使用软体的使用权。其中以 Win 系列就是这种付费方案，但是这类型一般除了公司买断外，个人使用只能安装在单一电脑上，装在其他台的主机则会变成盗版。另一种则是定时付费制，每隔一段时间会在开启软体时会弹出软体付费的界面，如果没进行付费的程序，软体则无法使用。这类型的以 Autodesk 软体系列为范例。一般来说，一些付费软体在官网都会有软体的下载，但都是限制时间或是阉割版的试用软体。到了试用时间过了，再次开启时，就会跳出付费的界面而无法使用。再来以软体授权使用这区块来说，这里则是说明软体可授予的权利可分为著作权、表演权、展示权、复制权、衍生作品权、发行权和再许可权。另外，在软体授权的种类将一一分析。专有软体一般都是属于商业软体，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也有免费软体使用，它只给予使用者著作权、表演权和展示权使用。此外，专有软体除了有复制和分发的限制，而且软体原始码也没对外开放，在修改和使用上都有所限制，所以这类型的软体又被称为非自由软体、专属软体、私有软体或闭系软体等等。增值软体，它提供使用者长时间的免费使用，但是这软体的某些特性、功能和物品，则是需要另外付费才能使用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商业软体。共享软体，它在商业的模式是先试用后购买，给予有时间和功能限制的软体先试用，而后再考虑是否继续使用软体而购买。非商业模式则是业余爱好者开发出软体展示出来，其大多都是免费软体。免费软体跟商业软体不一样，使用软体时不需要金钱购买使用权，在网络上下载即可使用它的完整功能。虽然增值软体、共享软体和免费软体都能免费的使用，但是在复制跟分发上有所限制，软体原始码也没开放，使用和修改上也都有所限制，所以使用者只有著作权、表演权和展示权，而复制权和发行权则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自由软体则是和专有软体相对的，它的原始码是开源的，允许使用者在使用、复制、研究、修改和分发上的自由。由于大多数的自由软体是免费的，也有人说是免费的软体，但是自由软体不一定是免费软体，它并不反对软体的商业化，保障软体贩卖和商业化的自由。在软体授权上有表演权、展示权、复制权、发行权和再许可权，而制作权则可有可无。至于最后的商业机密，是不允许表演权、展示权、衍生作品权、发行权和再许可权。复制权则会被拥有者提告侵犯著作权，著作权则是法实非常的严格，基本上是完全封闭，不让外界知道的东西。以上就是软体协议的大概事项。一般的使用者不想要用付费软体的话，只要知道哪些软体能够免费使用的话就行了。但是想要深入去学习软体，并且增加软体的功能，
自由软体则是你的选择。